俄罗斯图160轰炸机为何能威慑美国等一系列西方国家？新一代空中巨无霸与 B2 轰炸机的差距在哪里？中国可以从中有怎样的借鉴，并如何从乌克兰的教训中吸取经验？众所周知，图160是世界上最大的超音速战略轰炸机，它所配备的发动机也是世界上最强劲的军用航空发动机。它诞生的时候，不少人都将其称之为空中巨无霸。空中巨无霸的名头可不是吹嘘的，它到底有多大呢？首先，它的起降点就需要占地一个足球场那么大，光是机场就有2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这么大的个子看起来就让人不禁寒颤。这么大个个子可以携带不同类型的导弹和燃油等。这种飞机可以携带的导弹是10架小型飞机所携带的重量，所以威力也可想而知。自然而然可以穿梭在各大国家航空领域上头，相信只要被路过的国家看到它都会瑟瑟发抖吧。如此说来，这么厉害的轰炸机是许多虎视眈眈图谋不轨国家的隐患。也正是如此，得不到的就永远在骚动。图160轰炸机无疑是当时西方国家想要竞争的对手，所以当时西方媒体报道说中国想要从俄罗斯购买它也不是毫无依据。对于当时的中国，如此强大的轰炸机在国内几乎没有，如果中国引进它的话，那将会在根本上对中国的轰炸机发展产生超前10年的影响力作用。因此，这对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定是有所忌惮的。近日，俄罗斯的一些举动引起了外界的强烈关注，那就是俄罗斯非常高调地派出了2架图160轰炸机在委内瑞拉的上空飞行。联想起前段时间的俄乌冲突事件，不难想象此次行动是有备而来。该轰炸机震慑像委内瑞拉这样的小国还是得心应手的。那么说到俄罗斯，也必然会想到和他一直在暗暗较劲的美国。当年的美苏冷战就是花了大部分的时间与经济在军事与科技方面，不甘下风的美国自然也有与之抗衡的武器，那就是 B2 战略轰炸机。通过不断升级改造，30年后的今天， B2 轰炸机仍然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最先进的隐形战略轰炸机。这款飞机一出世，也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物品，掀起了一个时代的隐形战略轰炸机的竞争制造。与图160战略轰炸机相比， B2 战略轰炸机的隐形性是无可替代的。它的隐形技术可谓是现在都非常先进的地方，因为它在雷达信号反射以及机型外形颜色方面，主要所采用的材料都是无可替代的材料，没有什么国家可以轻易模仿。这架轰炸机飞入敌国领空的时候也无法察觉到，这是图160轰炸机的无可比拟之处。事实上，当今隐形轰炸机已不再是炙手可热的产品。欧洲包括亚洲的一些地方也在轰炸机的技术上不断改进，制造了许多新的亮点。美媒说，30年前曾阻止中国购买图160轰炸机的购买，由于当时的中国轰6轰炸机。然而，这款轰炸机也是苏联轰16轰炸机的改体。中国的轰炸机发展还是相当的落后。中国自始至终缺乏一架重型的轰炸机，所以图160轰炸机是当时最好的选择。但是西方国家怎会让中国得逞呢？自然而然是要从根本上进行抵制，进行了一系列的精心操作。那可能就会有网友问了，中国的轰炸机发展前景在哪里呢？是不是还要等个10几年的时间？是否现在的技术还远远落后于美俄2个大国？仿造的可能性是不可能的，因为人家俄罗斯也不会将轰炸机卖给我们。这种武器的意义要大于一般的战略武器，研发的难点又在于中国制造这种大型的军用武器缺乏实际的经验。像美国的轰炸机既有大容量，又有可以隐身的，这对于中国来说更是难上加难，任何想要封锁中国的行为都是徒劳的。所以对于中国来说，最好的参考就是美俄2国的战斗机发展。任何东西的发展都是要顺应时代潮流，不然就会被时代所抛弃。正如2021年全球第2家仅次于波音公司的空客 A380 停产，它曾是最大的载客飞机，由于疫情期间无法提供实际效应，所以导致它停产。无法顺应时代的潮流，就是导致它停产的主要原因。
就目前来看，美国的轰炸机发展和应用经验都是最丰富的。不追逐轰炸机性能的前提是要有更先进的技术才能调节轰炸机的大梁。我们都知道，美国是世界上国防安全领域也是一直排在前面的国家。美国在这方面一直要求着进步，因而这些年一直将科研的重心放在了武器上。轰炸机是非常出色的武器，一直深受全球许多国家的青睐。近年来，中国轰炸机学习借鉴俄罗斯图160轰炸机，一直以来闹得沸沸扬扬的轰20一直没有正式亮相，已经有传闻说它性能俱佳，功能完善。轰炸机之所以难做，其实也是缺乏基本的经验，技术储备也不足。当年的轰6轰炸机也还是借鉴于仿照苏联的轰16轰炸机所改装的。事实上，中国并不是不重视，只是说起步太晚。新中国的成立道路也是曲折，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中国都是把重心放在了本土防空的上面，在本土防空上面技术更新又换代，一步一步的向前发展，逐步将战斗机走向了国际领先。目前只能说中国的防御体系很牢固，但是中国的拦截敌方战斗机的抵御能力还不够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轰6都是非常好用的，因为就近作为战斗机可以干预其他国家的轰炸机侵犯中国的领土，但是也就是只能管管附近的国家。但是如果是像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距离太远，很难将手伸到其他国家去，因为也没有什么国家愿意其他国家的轰炸机在自己的国家的上空进行骚扰吧。中国的轰炸机作为后起之秀，轰炸机220能否作为新一代的空中巨霸并领先世界？美国的幽灵轰炸机曾一度让世界的许多国家闻风丧胆，但是我国对于美国的幽灵轰炸机一点都不会惧怕，甚至曾经一度通过雷达发现出了它的位置，让美国大吃一惊，就如同皇帝的新衣被揭穿了一样。这已经代表了我国的雷达设备已经发展到了非常先进的地步，以至于美国的幽灵轰炸机也能够发现出来，所以还会有什么不可能的呢？俄罗斯有白天鹅，它在续航能力上是幽灵的3倍多一点。中国轰20也将会在不久的将来亮相，这也将打破西方50多年来对中国轰炸机的封锁。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只有自立自强，自己要有自己的东西，才可以将轰炸机发展起来。依附于谁都是一种不可靠的选择，下场就如乌克兰一样，以为自己赚到了，实际上成了别人的棋子，成了别人的盘中餐。如今的乌克兰一定会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